又是一个失眠的夜晚吗？凌晨3点，你是否也曾像无数人一样，在黑暗中翻来覆去，脑海中盘旋着白天刷到的朋友圈？那个大学同学刚刚升任跨国公司高管，隔壁的老王前天提了辆100万豪车，高中死党在朋友圈晒出温馨的全家福，而自己似乎永远在原地踏步。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可能，却也带来了空前的焦虑。每一次打开手机，铺天盖地的别人家的生活都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，你是不是又落后了？你是不是不够努力？你是不是选错了方向？人生如镜，这是一个古老而深邃的隐喻。每个人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都像是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，注视着自己的倒影。当你皱眉时，镜中人也在皱眉；当你绽放笑容，镜中人也会报以温暖的微笑。这个世界就像一面神奇的镜子，永远以最真实的方式映照出我们内心的状态。但你是否想过，那些看似顺风顺水的人生背后，往往藏着外人看不见的艰辛？那个创业成功的同学，在融资失败后可能曾经历过彻夜难眠；那个拥有完美家庭的朋友，或许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；那个年少得志的同事，背后可能有过无数次失败的尝试。生活从不会对任何人一味温柔。在这个看似光鲜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自己的战役，有人在与生计搏斗，有人在与病魔抗争，有人在与命运较力。但为什么面对相似的困境，有些人会一蹶不振，而有些人却能够逆风翱翔？为什么有些人会被挫折击垮，而有些人却能在逆境中开出绚丽的花？这一切的答案藏在2个字里：思维。就像一位智者曾说，你的思维方式就是你的命运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并非生来就含着金钥匙，他们只是拥有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能在黑暗中看到曙光，在困境中发现机遇，在失败中汲取力量。他们深知，人生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，最终的胜利属于那些能够持续成长的人。在接下来的故事里，我们将一起走进几位杰出人物的人生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在逆境中崛起的。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成功的范本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潜藏着的无限可能。这些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，告诉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走得更好。思维的力量。1918年的日本大阪，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人正在街头徘徊。他名叫松下幸之助，这个日后被称为经营之神的男人，此时正经历着人生最艰难的时期。年仅23岁的松下幸之助已经背负着太多的苦难。从小体弱多病的他，经常因为身体状况而不得不中断工作。贫困的家庭背景让他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，连最基本的学历都没有。而此时的他还要照顾同样身体不好的妻子。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对待我？这个问题曾经无数次在松下幸之助的脑海中盘旋。然而，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奇妙的转变在他的心中发生了。一天清晨，松下幸之助坐在简陋的出租屋里，望着窗外升起的太阳，突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也许这些看似不利的条件，恰恰可能成为自己的优势。因为身体不好，他比任何人都珍惜时间，总想着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不凡的价值。正是这种紧迫感，让他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愿意浪费。因为家境贫寒，他不得不从最基层做起，体验了普通工人的辛苦。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劳动者的需求，也让他在日后经营企业时能够始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正是因为没有学历，他不得不用实践来弥补理论的不足。他把工作现场当作自己的课堂，把每一次失败都当作学习的机会。这种实践导向的思维方式，
让他在日后的创业过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。1918年，松下幸之助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他的第一个产品是一个改良的电灯插座。当时的日本，电灯插座经常会因为接触不良而导致短路。松下幸之助观察到这个问题后，决定设计一种新型插座。他租了一间小作坊，带着2个年轻的徒工，开始了艰苦的研发工作。期间遇到了无数次失败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。他常常对徒工们说，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告诉我们答案在哪里，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3个月后，改良版的电灯插座终于研发成功。这个产品很快在市场上受到欢迎，为松下幸之助赢得了第1桶金。这次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，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多的家用电器产品。随着事业的发展，松下幸之助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经营哲学。他认为，企业的使命不仅仅是赚钱，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。他提出了著名的水稻哲学，要像自来水一样，为千家万户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。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让松下电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到了1930年代，松下电器已经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家电制造商之一。但即使在事业达到顶峰时，松下幸之助依然保持那种将逆境转化为机遇的思维方式。他经常对员工说，凡事发生都是有利于我们的，关键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。松下幸之助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困境往往暗藏着机遇。当我们改变思维方式，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时，那些看似的劣势可能恰恰会成为我们成功的基石。正如他所说，命运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种将逆境转化为动力的思维方式，不仅帮助松下幸之助建立了商业帝国，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。在他的晚年，当记者问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，他说，不是创立了松下电器，而是学会了如何正确的思考。危机中的转机。1996年的北京中关村，一个年轻人正在软件店里声嘶力竭地向顾客介绍产品。他就是26岁的雷军，彼时的金山软件总经理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日后被称为中国乔布斯的企业家，也曾经历过如此低谷的时刻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雷军穿着并不算厚实的夹克，站在中关村最大的软件商店里。他的嗓子已经沙哑，但依然在坚持向每一位进店的顾客介绍金山的新产品盘古办公软件。这是一款革命性的办公软件，它的功能比 WPS 更强大。雷军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话，但顾客们的反应却很冷淡。有的人随便看了看就走了，有的人直接说，还是用 WPS 吧，习惯了。每天晚上回到办公室，雷军都会独自一人坐在窗前发呆。从他的位置可以看到对面写字楼的灯光一盏接一盏的熄灭。他常常这样做到天明，思考着公司的出路。金山的困境不仅仅是新产品卖不动，更糟糕的是，公司的老牌产品 WPS 也在这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冲击。微软的 Office 套件开始在中国市场大规模普及，很多用户开始放弃使用 WPS。 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公司的收入急剧下降，甚至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想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雷军后来回忆道，最难的不是面对困境，而是面对员工们期待的眼神。他们信任我，跟着我干，
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就在这种压力下，雷军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，亲自到市场一线去了解用户需求。他不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而是走进软件店，面对面地倾听用户的反馈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雷军发现了问题的关键，用户需要的不是更复杂的功能，而是真正解决他们日常问题的工具。盘古软件虽然技术先进，但过于复杂的操作让普通用户望而却步。这个发现让雷军彻底改变了产品战略。他带领团队重新定位产品，专注于开发简单实用的软件。很快，金山推出了新一代的杀毒软件和词霸等产品，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。这次危机给雷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任何危机都蕴含着转机，关键是要有勇气直面问题，并且善于从用户的角度思考。10多年后，当雷军创立小米时，这次经历给了他重要的启示。他坚持为发烧而生的理念，始终把用户需求放在首位。在手机行业，他又一次用这种思维方式创造了奇迹。成长需要代价。在北京某咖啡馆，年轻的贾樟柯正在和一位老朋友谈合作。这位朋友许诺让他写一部20集的电视剧本，称钱不是问题。对于当时还在为生计发愁的贾樟柯来说，这无疑是个诱人的机会。贾樟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写作，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。剧本中，他倾注了自己对生活的所有观察和思考。几个月后，当他终于完成最后一集时，内心充满了成就感。然而，当他兴高采烈地把剧本交给那位朋友时，等待他的却是晴天霹雳。对方突然翻脸，说根本没签过任何合同，还嘲笑他太天真。最后，这位朋友扔给他2箱卖不出去的杯子，说这就当是你的稿费了。站在北京的街头，贾樟柯看着这2箱杯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些杯子被他搬回了出租屋的阳台，每次看到它们，他都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愤怒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这次经历却成为了贾樟柯最宝贵的财富。他开始认真思考，为什么自己会被骗？是不是太过天真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，单纯的信任是否太过危险？这些思考逐渐转化为他电影创作中的养分。在他后来的作品中，我们经常能看到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。那些被现实打击却依然坚强的小人物，某种程度上都是他自己经历的投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经历让贾樟柯学会了在创作之外，也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。此后，不管是多么熟悉的合作伙伴，他都会坚持先签合同。这种成熟的处事方式，为他后来在电影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那2箱杯子现在还在我家里，多年后贾樟柯说，他们提醒着我，成长总是需要代价的。但如果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，这些代价就不会白付。孤独是成功的摇篮。1926年的北京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，26岁的林风眠正在收拾自己的物品。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见证这个重要时刻。就在1周前，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，辞去校长职务，选择归隐。这个决定的背后，是林风眠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思考。自从接任校长以来，无休止的社交应酬和行政事务让他感到窒息。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会议要开，数不尽的文件要签，而他最爱的画笔却渐渐落满灰尘。最让他感到困扰的是，他推行的艺术教育改革遭到了巨大阻力。当他引入人体模特进行写生教学时，保守势力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教育总长刘哲甚至扬言要将他逮捕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艺术似乎永远比不上政治重要。艺术需要自由的土壤，而我的灵魂需要真正的栖息之所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
林风眠离开了北京，来到了上海。但繁华的十里洋场并没有给他带来宁静。他租下了一间堆满货物的仓库，将其改造成简陋的画室，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。然而，上海的喧嚣依然让他感到不安。某个深夜，望着外滩灯红酒绿的夜景，林风眠突然做出决定，前往重庆寻找真正的隐居之所。在重庆的山城里，他找到了一间背靠青山的茅草屋，屋内陈设极其简单，一张木桌，几把椅子，一个旧砧板，还有他最心爱的话剧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坐在屋前的小院里，看着薄雾从山间升起，听着远处传来的鸟鸣。在这里，我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林风眠在日记中写道。他开始了规律的创作生活，早晨写生，下午构图，傍晚冥想。当夜幕降临时，他会点燃一盏油灯，细细欣赏白天的创作，思考艺术的本质。正是在这样的孤独中，林风眠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与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，创造出了后来被称为林风眠体的绘画风格。他的作品既保留了东方艺术的优雅含蓄，又充满了现代艺术的张力与活力。有人问他是否会感到寂寞，他总是淡然一笑，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我们有最好的伙伴。艺术本身，在他看来，孤独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一种馈赠。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，让他能够专注于艺术创作，不被外界的纷扰所干扰。运动改变大脑。东京郊外的清晨，天还没亮，一个身影已经开始了他的日常跑步。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村上春树。自1982年开始创作以来，跑步就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对我来说，写作和跑步是孪生兄弟。村上春树在他的《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》中写道，他们都需要持久的耐力，都需要孤独的坚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能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。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实，运动确实能够深刻影响我们的大脑。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，持续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能显著增加大脑海马体的体积。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重要脑区，其体积的增加意味着我们的认知能力得到提升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运动还能刺激大脑产生一种被称为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。这种被科学家们称为大脑肥料的物质，能促进神经元之间新连接的形成，提高大脑的可塑性。一项对5000名成年人进行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，每周进行3至4次中等强度运动的人，抑郁症发病率比不运动的人低40%。这种效果甚至比某些抗抑郁药物还要显著。对于创造力的提升，运动的作用更是不可思议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，步行能使创造性思维提高60%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常常在骑自行车时获得灵感，贝多芬喜欢在维也纳的树林中散步思考。村上春树的经验印证了这些科学发现。他说，在跑步时，思维会变得异常清晰。很多写作中遇到的难题，往往在跑步时就找到了解答。那些精妙的句子，有时候就是在汗水淋漓时突然蹦出来的。而运动之所以能带来这些神奇的效果，与它对大脑神经递质的调节密切相关。运动能增加血清素、多巴胺等快乐物质的分泌，同时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。这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全面的化学调节，让我们不仅身体更健康，心情也更愉悦。所以，村上春树说，当你感到烦躁不安时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消极的思考上，不如换上运动服，出门跑上那么几公里。也许等你满身大汗的回来时，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。当我们回顾这些杰出人物的故事，一个深刻的道理浮现出来：人生的高度往往不是由外在环境决定的，
而是由内在的思维方式塑造的。每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困境，都可能是通向成功的转折点，每一次刻骨铭心的挫折，都可能是突破自我的契机。松下幸之助告诉我们，困境不是终点，而是新起点。他将自己的3重劣势——疾病、贫困、学历不足，转化为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。正是这种化劣势为优势的思维方式，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成长为经营之神。雷军的故事则展示了危机中蕴含的机遇。当金山软件陷入困境时，他没有被挫折击垮，而是选择走向市场第一线，倾听用户的声音。这种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善于思考的智慧，不仅帮助他度过了难关，更为他日后创立小米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贾樟柯导演的经历提醒我们，成长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那2箱被骗来的杯子，看似是一次惨痛的教训，却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性，也学会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。这些经历最终都转化为了他艺术创作的养分。林风眠的艺术人生告诉我们，有时候选择孤独就是选择了成长。在重庆那间简陋的茅草屋里，正是那些与世隔绝的日子，让他能够专注于艺术创作，最终创造出震惊艺术界的林风眠体。而村上春树的跑步经历则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理：身体和心灵是相通的。通过持续的运动，我们不仅能够强健体魄，更能提升心智，激发创造力。那些在跑步中获得的灵感，那些在汗水中找到的答案，都证明了运动对大脑的神奇影响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，不妨试着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把每一次失败都当作学习的机会，将每一个困境都视为成长的契机，把每一次挫折都化作前进的动力，将每一段孤独都当作沉淀的时光。记住，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会如何回应你。当你开始用积极的思维去面对问题时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经历，都在悄悄地推动你走向更好的未来。正如老子所说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改变往往始于微小的觉察，成功常常起于思维的转变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愿我们都能培养出一颗强大的心，用智慧的眼光看待生活，用坚韧的态度面对挑战，最终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因为我们始终相信，思维决定格局，格局决定人生。当你真正学会了这种思维方式，你就会发现，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